一个氢原子在地球大气层最外层高空处穿梭。它在几百万年前第一次进入外翼层，待在地球期间，曾经过大西洋的海浪、亚马逊的土壤，甚至一锅煮沸意面散出的蒸汽。今天，它以超过音速30倍的速度，摆脱了地球的引力束缚，成为约90吨每天溢出大气层的物质的一部分。每天这般巨量的大气层流失，只是地球正在泄漏的例子之一。原子、能量和分子从地球的一层渗透到另一层，对地球而言，其稳定性维持着生命，因此泄漏令人担忧。为了更好理解地球的排泄系统，以及它何时会出问题，让我们来观察另外2个泄漏点。第2个点在地球表面，阿巴拉契亚中部的原野上，地表下一座1500米深的油井将一片储油层与地表相连。这里石油已经枯竭，于是被遗弃，但其储油层也有强温室气体甲烷。甲烷持续从油井裂缝和开口管道溢出。这个泄漏的油井是散布在美国超过300万废弃油井中的一座。保守估计，总共每年排放超过28万吨甲烷。最后的泄漏点在地球的最深处，即地核。来自太阳系诞生时期的热量驱使液态金属在坚固内核周围流动，这进而产生地球的磁场，保护它免于宇宙辐射和太阳风暴。但地核并不是完全隔热的，所以热量不停地散失，传递到周边的地幔，并导致地壳板块运动和火山活动。因此，地核外圈熔融金属正缓慢凝固，彻底冷却之后，磁场会随即消失，让我们暴露在太阳的猛烈辐射下。地球显然有着不少裂缝和伤痕，我们应当担心吗？好消息是，氢泄漏的即时风险很低，以当前的速率，再过1500亿年，所有的氢才会逃逸至宇宙。内核泄漏同样如此。科学家们估计，地核要在7亿至数十亿年后才会彻底冷却。不过，甲烷排放可能在10年里改变地球的气候。这个气体能高效吸收地球辐射的能量，将它以热量的形式留在大气层中。这意味着甲烷具有极高的保温能力，是二氧化碳的86倍。从美国仪器矿井溢出甲烷的影响，相当于每年燃烧100亿磅煤炭。而世界大多产油国的仪器矿井尚未被广泛统计或调查，全球废弃矿井的排放很可能要高很多。这还不包括每年估计涉及其他人类和自然因素的5.7亿吨甲烷排放。除了气候影响，这些裸露的矿井会将甲烷与其他有毒气体排至附近地下水，污染饮用水，并影响地区生态系统。幸运的是，废弃的油井可通过灌满水泥来填上。虽然许多联邦和州政府要求石油与天然气公司堵上废弃油井，但填补的费用颇高，所以这些公司往往规避政策。数十年来，这些泄漏、低产且无经济收益的油井被售卖，然后遭遗弃。很明显，石油与天然气公司不会主动去修正这个问题，需要协调的政府行动，例如给甲烷排放增高收费和对于封堵油井的协同监管，以确保公司履行职责。但问题早在油井被弃置前已经出现了。在美国境内，石油与天然气产出造成大量的甲烷排放，大概是废弃油井的28倍。
杜绝这种泄漏的最佳方式是禁止开挖石油和天然气井。想更多的了解科学家、政策制定者和像您这样的人们为确保地球的未来而采取的令人兴奋的步骤吗？请访问 edoted.com/earthschool， 满足您的好奇心和希望。